舒然，嗯，你对咱们的未来有什么打算啊？你的打算就是我的打算。我的打算？我刚回国没多久，我能有什么打算啊？你就先不打算了呗。不打算？什么叫不打算呀？怎么了？你不必想那么多，其实想多了反而是一种束缚。热爱自由，这不挺符合你的性格的吗？谢谢你替我考虑啊，很周到。你干嘛呢？写一个每周记录。每周记录？那你今天是打算还住在这儿是吗？你今天还要住在这儿？我明儿搬回去。那我先回去了。我送送你啊。不用了，写你的每周记录吧。我还送送你吧。说不用就不用了，反正你需要隐私和空间。哎，怎么走了？再聊10块钱的呗。你跟精神科医生聊10块钱吧。什么情况？生你气了？我也不知道，写了个每周记录，就变这样了。哎，给你看这个 ，I'm Groot 。I'm Groot。再观察3天，应该就可以出院了。哎，严医生，这2天按时休息，注意吃药。严医生，找孙医生。啊，没有。严医生，严医生，这是送给孙医生的吗？不是。孙医生说不管您送什么都得先放我这儿。我好饿呀，早饭都没吃，要不您再给我送一份午饭？我等一下让天高强给你送过来吧。哦，先放这儿。这都第几盆这个了？谢谢你啊，孙医师。没事，不用客气。那下周见啊。好，再见。孙医生，怎么了？真让人给猜对了。严淑人来了。不过我都按您说的告诉他了。那他有没有生气啊？生气倒是没有，不过脸色挺不好。啊，他给你送礼物了。什么礼物啊？查死我了！你们这什么爱情信物呀？这么特别。哎，那这个我拿过去啊。不行。这恋爱中的男女还真是幼稚，一个仙人掌就把他给哄好了。到目前为止，我谈过7次恋爱了，可是我就是不能跟对方有亲密的举动。平时约会什么的倒还好，可是当对方想跟我有进一步亲密动作的时候，我就会打从心底里开始犯恶心。就算是我很爱他也不行，我就是接受不了他的触碰。有3次我衣服都脱了，可我还是做不下去。连拥抱都不可以吗？不行。刚开始我还能忍着，可是我后来发现我根本忍都忍不了，他只要一接近我，我就会控制不住的发抖。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了？从我交第1个男朋友我就发现了，他第1次亲我，我扇了他3个嘴巴，
后来我努力调整自己，可还是面对不了他。那这一次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想要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呢？我又恋爱了，我很爱他，我想跟他结婚，想生孩子，我想像个正常女人一样去生活。可是我做不到。你这是很典型的亲密关系恐惧症，并不罕见的。那这能治吗？第8个，再分手就是第8个了。我不想分。现在我们要先清楚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对亲密关系开始恐惧的，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心理咨询。你可不可以跟我讲1、2件你发生过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印象比较深刻的，和男女之间的关系有关联的事。我有一个表姐，她是我姑姑的女儿，后来忽然发生了意外。什么意外？表姐突然肚子疼了起来，后来几乎满地打滚，然后还出血。医生说表姐是宫外孕，让我赶紧通知家人。表姐特别害怕她爸妈知道，就不让我通知。我没有办法，只能通知了我爸。那你爸爸后来去了吗？我爸来了以后就打了我一巴掌，说我不应该帮着表姐瞒家里人。后来姑姑姑父来了，我爸又和他们吵了起来。爸爸为了维护我，后来就和他们关系也不好了。那现在呢？现在关系依然不好。表姐切除了一侧输卵管，她刚刚离婚了，因为一直不能生孩子，所以他们关系不好。所以你觉得亲密关系很可怕，害你姐姐差点丢了性命，你爸爸打了你一巴掌，姑姑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好了，表姐现在结了婚又离了婚，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幸福。是。其实你表姐的这个事情不但伤害了她自己，对你也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加上你爸爸打你的那一巴掌，直接导致你对亲密的行为产生严重的排斥心理。你试着这样和你的男朋友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在这个期间你要告诉你自己他是值得信赖的。你也可以拿纸和笔把你们之间的点点滴滴都记下来，好好的去享受他带给你的舒心和快乐。你也可以试着把他当做你的治疗师，向他坦诚的倾诉你的困难。这段时间你先这么做，等到下次治疗的时候告诉我感受。喂 ，Lisa， 你到了吗？我到了，马上就进来了。哎，好。医生似乎总能从患者的倾诉里发现很多自己的故事。心理阴影对人的影响会这么直观，心理创伤的后遗症到底有多深，我真的能感觉到吗？干嘛？我只是想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来，坐下说吧。我在想，我心里觉得理所应当、正常的事情，会不会在你身上不是？没明白。如果咱们两个换过来，刚才是我从门口走进来，你坐在桌子前面，张开双臂朝我走过来，我觉得我下意识的应该也会张开双臂。你回忆一下，刚才你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呀。所以，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Lisa， 我是想告诉你，其实有很多人爱你，只是你要换一种方式，你要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把你潜意识里的这种不安全感彻底的换掉。
比如别人向你表示亲切的时候，你也应该第一时间的回应过去。这样时间长了，你对外界的第一反应就不会是陌生和防范的，这样你就更容易恋爱了呀。跟心理医生谈恋爱，是不是会被看穿？唉，也并不是这样啊。你看我跟熟人就没有互相看穿对方，可能越是亲近的人，就越容易忘了审视吧。我最近总是在想我和熟人的关系，我好像忽略了他特别慢热这一点。因为我是个心理医生，我很快就能适应他的慢热，也会随着他，所以我就忘记去想他为什么会慢热。我甚至有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他可能也是需要我帮助的。所有的都在这里了，你看一下。小洛，哎，孙医生，给你呢。谢谢。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然后你在这里签字，待会儿呢我会带你去府外，好吧？你仔细再看一下。你们俩就像欢喜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才不是呢，我们两个都太独立了，而且又分开那么多年，现在算是在磨合吧。但我知道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不可取代的。其实我现在才发现，我真的很不了解男人。虽然我是个心理医生，也听过很多情感故事，但是对于他在感情里的内心流动状态，我真的弄不明白。你就比如说他的迟疑、否定、怀疑和退缩，他的这些情绪，他如果不说出来，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总是觉得我们两个离亲密好像还差了一点距离，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反正就是觉得隔了点什么。会不会是你想太多呀？我觉得你其实没有必要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你看啊，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个地方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可是，如果作为最亲密的人，不是应该没有秘密，坦诚相待吗？因人而异。硕人哥经历了这么多，他肯定有很多事情是难以释怀的。我觉得你应该能理解。我理解，当然是理解了。如果我要是对着患者的话，我也会告诉他，不要企图占有别人内心所有的空间。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到我自己身上，我才发现真的很难。哎，你就比如说吧，他的电脑里面设的是自己的密码，而且他手机我也不能随便看，更何况他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分享他的私密空间，更别说他跟我说一些内心真实的想法了。那你可以主动啊。我主动啊，那多不好意思，怎么张得开嘴啊？你看啊，比如说我可能不太会分得清楚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但是我可以直接告诉他我的感受啊。那这样两个人不就都清楚了吗？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我都可以直接问？对啊，恋爱不就是互相习惯、互相磨合吗？
主动一点。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有进攻力的人。在感情上呢，那女人都是喜欢被进攻的。哦，往下滑喽！往下滑喽！来，你热不热呀？玩了这么半天，咱们回家吃饭吧啊！五言，您是？我是何林宇的妻子。我今天过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以后不要再给老何发微信了，他不会回你了。老何就要死了。他怎么了？滑雪的时候撞破了头，已经昏迷了4个月了。你女儿很可爱，请你不要伤害他。我也有个女儿，16岁了，马上就要准备考大学，可是她现在天天在医院里照顾她爸爸。医生说没希望了。老何的手机就在我手里，你还隔三差五的给他发个微信，问他为什么不回复你。我每天就装成不知道这事儿一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那么想和他在一起，他就要死了，你不去看看他吗？我会去的。我见到那个女人了，一看就是个虚伪、愚蠢的贱女人，长得也没比我好看哪儿啊！你就为了她要离开我和女儿吗？你的头啊，的确是撞坏了。妈，我觉得爸爸脸色好多了，你觉得呢？啊，是啊，感觉好多了。我去找他了。如果我不去找他，我一辈子都会特别遗憾。在女人心里，婚姻、丈夫本身、女儿、工作、你自己，让你从高到低依次排一个顺序下来，你怎么排？什么叫丈夫本身啊？你守卫婚姻，跟你守卫丈夫，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你明白吗？比如，这是你丈夫，他就躺在这里，我只是打个比方啊。他去世了，但是他没有背叛你，或是他现在突然醒过来了，可是你发现他背叛你了，这两者之间你该怎么选？我很难做出选择。所以啊，在你心里，婚姻、丈夫、女儿、工作，你自己怎么办？
我很难选，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我好像脑子里只有婚姻。可是婚姻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很迷惑，也很迷茫。和我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丈夫，却不是我所了解的人。你知道这种打击是什么吗？你还有女儿、工作，你自己，你可以去关心，去爱护。你不懂女人，在女人心里，一件原则性的事情可以毁掉男人在这个女人心里的所有分量。女人对男人死心了，也把自己给摧毁了。舒然，今天我妈问了我一个问题，她问我咱们俩未来是怎么打算的。你的打算一直以来就是我的打算。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假如你真的被摧毁了，你还能找到一个让你活下去的理由吗？哪怕只有一个。来，在这些不同颜色的卡片上，选出你喜欢的颜色，然后写下来你最舍不得的人和事情。试一试。你不懂女人，在女人心里，一件原则性的事情可以毁掉男人在这个女人心里的所有分量。女人对男人死心了，也把自己给摧毁了。有时候你觉得熟悉的人，却让你感到陌生，因为我们只能看到表情，却无法探测内心。当一个人决定包括自己的时候，无论别人怎么努力，也终究无济于事。可是周围的人并不知道，抗拒其实来自害怕失去的恐惧。说出这样子的恐惧，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于是，有时候我选择沉默。我只是希望你能把心里的压力和遇到的困难都跟我分享，独自承受只会让你在受阻的情况下心态变得越来越糟。
我爱人去世了。什么时候？昨天晚上。他没有背叛我，是我一直在误会他，我不该怀疑他，不该怀疑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没想到你真的回来。朋友出了事，我应该过来看望的。但是今天，其实我是来找你的。找我？我那天想了很长时间，我决定跟你坦白。我跟老何认识，是在1年前。我和我爱人关系不好，他事业不顺，所以家庭的经济压力就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遇到老何那会儿，我觉得他很幽默，有风度，还很顾家，他简直就是我心里理想的男性。我那会儿还想，好羡慕他的妻子啊。后来一次商务宴请，老何在酒桌上喝多了，我们老板让我送他回家。他在路上下车想吐，我就陪他一起下车了。旁边就是酒店，然后我们……行了，别说了，我不想再听了。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就是想侮辱我啊？不是的，你听我讲完。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时老何喝得已经不省人事了，其实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第2天醒来，以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还想让他继续对我好，干脆将错就错，怪在他身上。后来我给他发微信，让他对这件事情负责。他求我不要告诉你和你们的孩子。我知道那段时间老何很痛苦，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越是看到他对家庭内疚，我就越觉得他是个好男人，我不舍得放弃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直到那天，你来告诉我，说老何要死了，我心里真的非常难受。这些天我也在纠结，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老何他是个好人，如果他就这么走了，还背着这样一个误解，我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他，所以我就来找你了。对不起。在他走之前，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现在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抱歉，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我爱他。
我相信他在昏迷之前，他是知道你爱着他的，他也是深爱着你们这个家。一开始我一直在他病床前抱怨他，咒骂他，我错怪他了，我应该相信他。你说我怎么就能凭短信就否定了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呢？如果他真的听到了我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他要是真的听到了，他该会多伤心，多委屈。可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哦。我怎么能这么做呀？在他临走之前，我连句我爱他都没来及说出口。那天你问我，如果我丈夫躺在病床上，他没有背叛我，另一种情况是他醒过来了，却背叛了我，我更能接受哪一种情况？我当时没有答案给你，可是我现在有答案了，却也来不及了。太晚了。你来干嘛？我爱你。这座城市3月的模样，曾经的微雨我是一个会把所有情绪全部都隐藏起来的人。他要想法，我就怕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条街道深处的灯光，舒然，你怎么了？干嘛突然说这些话？那些寂寞的人们说没事，一切都看透，举杯不醉对不起。不归。舒然，我独自站在熟悉你刚才说什么？对不起。在这里吻过我的手，我和你，我们怎么能够？我是问你进门的时候说什么？只剩记留在心里。
熟悉的城市，陌生的我，寂寞的人都在为谁守候？等下一季花开，下一个春来，都留给时间去遗忘吧。我们说出再见的瞬间，是回不去的，不能改变的。哎，我发现啊，逛街真的好累啊，真的比跑步还累，天天一逛根本就停不下来。我累了，那你去坐那儿歇会儿吧，我去买点喝的。好啊。等我。唉。孙叔，孙叔，舒然，跑哪儿去了？我刚刚去洗手间了。我以为你走了。怎么会走呢？你不要这样突然再离开了，好吗？不会的，不会走的，放心吧。怎么了？没事，没事，我给你买套喝的。走吧。你最近怎么总是精神这么紧张啊？喝去吧。我是一个会把所有情绪全部都隐藏起来的人，但有些话，我就怕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你不要这样突然再离开了，好吗？近日，音乐学院附中18岁的高3学生杨某，在刚刚过完生日之后，驾驶其父亲的车去上钢琴课，行驶中忘记开行驶灯，将近1个小时。当车行至环城西路的时候，撞上前方骑电动车的市民张某，使张某当场死亡。被告人杨某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中兴十字路口的时候，再一次将两情侣撞伤，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人们无法理解一个18岁以弹钢琴为业余爱好的少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后续报道我们将持续关注。如果你们两个父子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得到改善的话，那在杨飞身边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会成为你们父子之间的替罪羊。怎么样？这马上就要出院了。出院就等于再次迈进监狱的大门。怎么会？之前我一直和你父亲说，希望能够让你再稳定一段时间。说什么都没用。不过以后见不到你还挺遗憾。有什么遗憾的？你想来随时来找我。
是啊，你要是记者的话，就别进来了。不是记者，我是严书仁。我来找你，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是杨飞的医生，更是因为他在我心里边很重要。什么意思？杨飞出了事儿，我很自责，因为他出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痊愈，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我自责是因为我没有尽到我最大的努力去帮他。谁能想到呢？他在车里还藏着刀。哎呀！在院期间，我一直坚持让他去写日记，写下自己的感受，写下自己的心情。他一开始不愿意告诉我上面写了什么，后来他是主动才跟我说的。我想把这东西给你，让你知道杨飞心里边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在他心里的父亲和他希望的父亲是什么样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了？为了让他戒掉网瘾，学琴，学游泳。是，我是没少打过他，不都是为了对他严厉一点吗？那我做错了什么了？我这……你打他到底是为了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到底是表达你的愤怒，还是爱他？杨飞难道一点值得你去表扬他的优点都没有吗？他是个男孩啊，男孩就得敲打，否则他不能进步。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或许会永远的失去他。我相信在他心里边一定比你更难受，因为需要承担责任的是他自己。或许你们两个曾经有很多沟通上面的障碍，但是趁现在还有机会，有时间，去为他做点什么。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是他，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道歉，就像他日记本里头写的那样。我向他道歉。我向他为什么事情道歉？为哪句话道歉？他曾经拒绝参加钢琴比赛的时候，用跳楼自杀的方式来反抗。你记得你跟他是怎么说的吗？让他跳，他跳下去了，才真的算他英雄。这话是你说的。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在那一句话之后，杨飞对于你、对于家庭的那一点点仅剩下来的希望全部都死完了。我努力过，我想要去帮他，但我现在唯一的后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初没有阻止你去让他住院。我是为他好。我知道你是为他好，但是你用错了方式。如果你还爱着你儿子，你去跟他道个歉吧。这或许也是他能够感受到仅剩的那一点点的心情了。
走了。今天护士送来的饭里，居然有一道炖豆腐。我看着他哭了，他一定不记得了，那是他唯一一次给我做过的菜。我有多久没有在家好好吃一顿饭了呢？已经记不清了。学钢琴这么久，从来都是觉得枯燥，可是今天，脑子里居然响起了琴声，冲淡了那些大骂、咆哮声。陈老师，你还记得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患者叫杨飞吗？在刚接诊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很僵化。他的父亲要求绝对权威，用体罚的方式一直在逼迫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他的症状一点一点的由抑郁转为了躁狂，甚至经常出现失去理性的冲动行为。前2天我才刚刚得知他杀人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说，这个孩子他是多么单纯多么善良的一个孩子的，他是无辜的。他的父亲一直在用错误的教育方式，导致了父子关系破裂，但是他拒绝接受家庭治疗，一点一点的把他逼到了这一步。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我没有办法阻止。我现在开始怀疑有很多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接受治疗，然后就走了。他们的病症并没有完全康复。我对于这一类患者，我还能为他们做到什么啊？你的这些困惑，我也曾经有过，现在也有。你知道我是怎么处理的吗？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做得更好。患者前进一小步，也有一小步的意义。我有个老病号，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几十年，我很沮丧。可是他怎么跟我说的？他说：“陈医生，你别灰心，我知道我这病谁也没办法，我只能一辈子带着他生活。可是现在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见到你，那是我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盼头，因为除了你，再也没有谁能够给我这样的关注。所以熟人，不管是谁啊，力量都是有限的，我们能够改变的事实也是有限的。所以面对这种病人，我们只能尽力而为，我们无法为他们的命运负责。熟人的实际情况其实要比他表现出来的严重很多。陈老师，我真的很矛盾，我不知道我跟他之间的距离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恰当。他经常想要在我面前表现出来他没有问题，想让我放心，可是我知道他越是这样，其实他心里的压力就越大。我能感觉到他总是在竭尽全力的想要撑住自己。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啊，好像一个罐子，有的人容量大，有的人容量小，那每天发生不同的事情呢，有不同的情绪呢，都会装进这罐子里，时间久了，东西就越来越多。所以啊，我们要定期的清理我们的心灵容器，要不然东西太多的话，那罐子会裂开。这个我知道，陈老师，上学的时候您就经常跟我们讲这个比喻。有吗？对啊，您还说人们通常只会把开心的、快乐的事情拿出来和别人分享，而把那些悲伤的、创伤性的事件留在罐子里，这样时间长了，积压的多了，这个罐子就会裂开。
对吧，陈老师？收人的容器啊，已经满载了很长时间了，加上他的工作又为他添加了很多情绪，要是再添加点什么事，他会承受不住的。来，你坐这边。其实对我，他的有些情感，还有内心深层的世界，也有所保留。我觉得你可以比我对他更有帮助，但是别急，要有耐心。你曾出云的缝隙线里，下凡来我怀里快点，再加上一点暖意。你没有我打你！别看到我！舒然，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快去洗手吃饭了。妈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这脸怎么了？啊？你跟谁打架了吗？我没事儿。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告诉妈妈好吗？你不说妈妈也知道。你竟然在学校受气，对不起，妈妈真没有，我不了你。妈，这些都不怪你。说人的童年创伤积压了这么久，真的不容易。是啊，我一路看着他长大，一直帮他做心理疏导。他现在能面对这么多的惨痛的事情，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但是我总觉得他好像还是有什么心结没有完全打开。还是他的妈妈，他一直觉得他妈妈的死他负有责任，然后同时他对当时的调查结果有些不全然接受，为此在消沉了好长时间。他是怀疑什么吗？很奇怪，当时好几个证人说法不一。有的人说他妈妈好像在追人，还有几个说他妈妈自己冲到马路上，朝着车子冲过去了。他就特别自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肯出来。他觉得是他自己害死了他妈妈。那后来他怎么走出来的？得有足够的时间啊。但好像他后来说服了自己，让自己相信他妈妈是自杀死的。陈老师，我现在就是担心，经过 Lisa 和罗红艳的事情，舒儿内心那些创伤会被再次揭开。这几个月下来呀，你太辛苦了。今天这顿饭呀，我让厨子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可要吃完啊，一口都不能剩。谢谢你。坐。哎呀，前一阵子一到周四，我就会提前回来等你，都成了一种习惯了。只有和你说话的时候，我才能完全放松。谢谢啊，来，
谢谢。哼，好酒量，多喝点。严医生，我有句话想问你一下，你看你每天接触和吸收不同病人的那种压力，你自己会不会有压力？精神科医生日常工作环境可能的确比普通人更压抑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精神科医生，他们会尽量的避免这种负能量的迁移。其实我呢，经历了这次绑架事件以后呢，我更觉得人生无常了。你没和我谈之前，我特别的害怕，但是你开导我之后呢，我就觉得呀，这个人生越是无常，越不能给自己留遗憾。所以啊，想做的事情要抓紧时间去做。每一个人都有遗憾，有些人的遗憾是可以弥补的，有一些人的遗憾会跟随他一辈子。哦，听你这么一说，你也有遗憾。我的遗憾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父亲在我7岁的时候去世了，母亲8年前也走了。我心里边有时候会想起他们的，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是意外吗？我现在开始怀疑可能是一个意外啊。那你调查过没有？当时有目击者，但他们的证词不能够作为任何法律依据。当时肇事那个司机告诉我，我妈在路上走得好好的，她突然就冲向了马路。我妈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冲向马路？这样，严医生，我刚才听你说完呀，这整件事儿呢，确实有点蹊跷。这样吧，我也帮你调查一下。你是我的患者，这忙你们不能帮，这实在是不妥。你可能忘了，咱俩今天中午为什么吃饭？我已经不是你的患者了啊！来，尝尝我们厨子专程为你做的饭，吃。哎呀，你的事情没得过呀。这个你们老师，这个你这，上个礼拜上一个。The human face and body is a collection of signals of symmetry and signals of hormone effects in the body. Male body testosterone, female body estrogen. Features such as a woman's breasts and fat deposits in her upper cheeks and lips are substantially shaped by bodily levels of the sex hormone estrogen. Secreted primarily by the ovaries, estrogen influences not only menstrual cycle,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puberty and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clude face and body. Estrogen that includes
那些过去的记忆，伸出大手，牢牢地将我按住。这么多年了，依然是濒死的窒息。我只是越来越习惯它的来临，就算我努力挣扎，也逃脱不了记忆黑洞的吞噬。夜半梦魇一次一次地在提醒我那些被压抑的伤痕，哪怕我努力咬着牙不回头看，它也总是突然浮现在我的面前。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请撑一撑，救救我的孩子吧！我求求你们，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根据呢，我们店有规定，我们真的帮不了您，您还是把他带回去。我求求你们，孩子，妈妈实在是没有办法。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的孩子，对不起你。阿姨，你去哪儿？走开！我不要你了，我管不了你了。阿姨，走开！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阿姨，没事吧？起来吧，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是自己撞到车上，是他自己撞到车上，他自己往车上撞，他自己往车上，不走了，还就是医院里这什么武器啊？哎呀！哎，刚才从那冲出去那是谁啊？哪个？谁啊？刚刚出去那个。哦，你说刘翠芬啊？别提了，太不负责任了。他儿子颅骨畸形，想要做手术，结果没有钱，把孩子扔在这。等等，你说他叫什么？刘翠芬，怎么了？你有他联络方式吗？干嘛？快点啊！不是什么情况，神神叨叨的。联络方式啊！啊！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Sorry。病历我先拿走了。不是，你拿我们科室病历干嘛去啊？刘翠芬，我是你刚撞倒那个人，你刚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和我没有关系，不关我的事儿，是他自己没有看见车，是他自己撞到车上去的。他是谁？谁在哪儿？你到底知道些什么？跟我没关系，不关我的事儿。喂。好，那我先过去陈院长。陈老师，主任出了什么事情啊？我想问一下您关于我妈妈当年车祸的事。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呢？当时在现场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刘翠芬？你妈妈车祸的目击证人当中确实有一个人叫刘翠芬。当时因为事发路口没有摄像头，当时是他给那个司机做的证，证明那司机是正常驾驶。为什么问起这个？我刚刚见着他了。不要气，不要气，不要气！来，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量啊，都可以解决。来，下来。
哎，陈老师，不用。这几天啊，你要多关注一下舒人。关注舒人，他怎么了？舒人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是8年前他妈妈车祸现场的目击证人。那这个人呢，可能会唤起舒人的创伤性记忆，所以你要多留意啊。他有任何异常，赶紧跟我联系。好。虽然舒人是一个很优秀的精神科医生，可这种创伤性记忆一旦复发，对舒人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们必须提前预防。您好，请问几位？我找人，谢谢。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一杯柠檬水，谢谢。好的。你怎么了？有些事啊？没什么。说呀。Lisa，其实今天约你来是想找你帮个忙。说。你知道舒人妈妈去世是因为车祸的事儿吧？我听说过一点。其实舒人对这件事情一直很自责。当时阿姨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她还同意阿姨停止服药，结果没过多久就出事儿了，而且当时现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阿姨是自杀的，所以舒人一直在潜意识里面很难原谅自己，她觉得这件事情全都是怪自己。我在想，你认识那么多人，如果让你帮我找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找得到？你想找谁？我要找的这个人叫刘翠芬，她是车祸现场特别重要的一个目击人。其实当时车祸发生的时候，阿姨是自己闯着红灯朝车子跑过去的。虽然她是自己跑向的车子，但是可疑的地方就在于刘翠芬这个重要证人当时的证词一直含糊不清。事情发生没多久，她又搬家了，怎么找都找不到。我现在想找她弄清事实的真相，告诉舒人这只是一个意外，让她把心结彻底放下。那有没有可能找到刘翠芬，她还说这不是意外呢？不管怎么样吧，咱们都得先找到她。交给我吧。谢谢。妈，别干了，弄了一早上了，歇会儿。我一点也不累，妈妈每天待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你这……哦，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妈妈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再说吃了这么多年的药了，是不是也该停一停了？你看我这刚停了2天药，觉得浑身都有劲儿了。今天干了很多活儿，我把床单被罩都洗了。床单被罩这种东西，找个人来弄一下就行吗？别自己干。妈妈知道你孝顺，妈妈就喜欢这样，不然待着干什么呀？是不是啊？哎呀，不要管我了，去忙你的去吧。你呀，上外面坐着歇会儿吧。我来了。你看我现在精神多好呀，是不是？那以后我就不吃药了啊。哎呀，我不吃药了，好不好嘛？我吃了那么多年了，妈妈现在多好呀！我干了这么多活，一点事儿都没有，完全没有问题了，好不好呀？你答应了哦。关我的事啊！关我的事，是自己撞到车上，是他自己撞到车上的，他自己撞到车上。
最近经常梦到我小时候。小时候的你在干什么？我在和我爸爸说话。我向他承诺，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妈妈。可是我食言了，我一食言我就清醒了。发生的事情都不是你的错，你知道吗？现在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怎么做都弥补不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在心里面放下过去，好好生活。我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尝试着放下过去，可是我越想压抑，那些回忆就越是频繁地浮现在我眼前。我相信啊，你妈妈是真的康复了。虽然你当时是在读博士，但你为你妈妈做的非常好。她真的康复了，比在医院的时候快乐多了。我还记得她的笑容，她真的好快乐。你对她的治疗啊，甚至影响了我。你看我现在精神多好呀！那以后我就不吃药了啊！可我的事啊，吃那么多年了，妈现在多好呀！是他自己撞到车上的。我还记得她的笑容，一点事都没有，完全没有问题了。她真的好快乐。我相信啊，你妈妈是真的康复了。孙医生，田护士，今天严医生有预约吗？主任让我把严医生的预约都取消了，取消？说他要休长假。休长假？为什么要休长假？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是他自己要求休假的吗？行，谢谢啊。不客气。严医生他没有跟我说他为什么要休假呀？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休假？是啊，你看我这还指望他过来接我班，我放个假，这倒好，他倒抢在我前面了。那主任他怎么跟您说的呀？我没有见到他呀，是陈院长跟我说，让我先别急着走，再坚持一段时间。这事儿是有点怪哎，要不你问问陈院长，他可能更清楚一些。好，谢谢主任。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你是刘能吗？是啊，有什么事吗？我想问一下你8年前那场车祸的事情。你们这干嘛？这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知道。哎，你谁呀？为什么要问这些？这是当时车祸现场的受害人。
我是他儿子。你要干嘛？这儿的摄像头都是和公安局联网的。我就想问一下你当时事情的事发状况，没别的。那一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我刚把老婆孩子送到岳父家，赶着回去加班，结果就出事了。你说我倒不倒霉？从那以后我连车都不敢开了。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吗？当时的情况，当时我就是开着车，然后你母亲自己撞上来的，我立马刹车下去看，后来就都知道。这个人你认识吗？啊，我见过。那天幸亏他给我作证，要不然我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为什么要帮你作证？撞人后我惊呆了。你说这大中午的，路上也没什么人，只有这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站在路边。姐，你都看见了，是他自己跑过来，我没撞他。你怎么帮我作证啊？别，大姐，没看见。你怎么帮我作证啊，大姐？于是他就帮你作证了。事实就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幸亏我当时紧紧抓住他不放，要不然我真是说不清楚了。其实我就是想让他帮我做个证。你说这年头谁也不愿意惹事，这我也能理解。所以这女的在我抓住她之后，几次想挣脱逃跑，嘴里还一直说着不关我的事什么的。可是我绝对不能让她走啊。你当时有看清楚她手里抱着的孩子吗？那么点儿大的孩子，而且包得挺严实的，没看清楚。那你能确定他手里是抱着这孩子吗？还是说这孩子在跑，在他身边？这个我确定，他是抱着的。孙医生，你们看到严医生了吗？没有啊。我也联系不上了。严医生不会出什么事吧？别往哪走。第一个人，这第二个人，当时呀，我就在这儿卸货。我搬第一箱的时候看见过去一个人，搬第二箱的时候又看见过去一个人。不是，你确定他们是跑着过去的吗？啊，绝对是跑的。当时我还说呢，这大热天的还跑步，这有病吧？那您看清楚了吗？当时跑过去的是男的是女的？多大年纪？女的。这年纪我没看清楚。他当时抱小孩了吗？抱孩子？这我不敢确定。我当时在低头搬酒嘛，然后抬头的时候人家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注意抱孩子没抱孩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第一个人？我没看清楚当时。那这个是不是第二个人？我真的没看清楚，当时他跑得挺快的。那您再想一想，这第二个人是不是当时在追着他跑？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追他呀？那您在报警之前还看到了什么？报警之前我就是搬累了，打开啤酒刚喝了一口，就听见那边有刹车的声音，咚一声。我往外边一看，哎，倒在下边一个，是车祸吧？我就赶紧跑过去，果然是出了车祸，我马上就报了警。你还记得什么吗？当时我就知道这些，别的不太清楚了。你再想一想，你的线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真的别的不太清楚，就知道这些。谢谢啊，没事。舒然，舒然，你在吗？舒然。
舒然，舒然，你怎么也不接电话？你知道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手机关了静音，我没听到。舒然，你最近总是怪怪的，你要是有什么心事儿，你可以跟我说。没有，我最近就是有点忙，没来及去找你。没事。舒然，阿姨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你该放下了。你还有工作，还有我啊！不要因为一个刘翠芬的出现就打乱了你的正常生活。刘翠芬出现怎么了？她的出现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但又怎么样呢？没错啊，这件事情里面疑点很大，我只想弄清楚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怎么了？我有什么错？不是你干嘛让我放下呀？啊？我难道连这点自由和权利都没有吗？那是我妈。你应该很清楚你现在的状况。你在陈一凡家吃的药，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吗？我是担心你啊。舒然，舒然，我知道之前 Lisa 和罗红艳的事情让你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你才服用药物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也一直相信你可以调整过来，但是你现在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你不要再查下去了好吗？你就算查出来什么，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而且我相信阿姨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她希望你能……舒然，那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是，饿了吧？给做饭去哦。妈，你别做了，我可喜欢给自己泡方便面吃了。妈妈没事儿，妈妈最喜欢给舒然做饭。妈，坐下，你别做了，你身体不好。妈妈看到舒然吃的开开心心的样子，妈妈就好多了。人总会遇到一些困难，也总会找到克服困难的理由。对于妈妈来说，那个理由就是舒然你了。所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哪怕妈妈不在你身边，你都要为爱你的人好好坚持，记住。喂，叶医生，我查到了一些线索。你在哪儿？我现在去找你。我在去你家的路上，马上到，你等我。这是我能找到的所有跟你娘车祸有关的信息。当时的情况是呢，你娘自己跑到这个马路上，这个时候正好有一辆正常行驶的车开过来，你娘就你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是距案发现场不到2公里的一个路口的视频，有点模糊啊，但是可以看见你娘在追这个人。他是谁啊？啊？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他是刘翠芬是吗？我前2天在医院刚见着他，他一个人倒地上，精神恍惚，看着我说是他自己跑的，是他自己跑的，跟他没关。他是谁啊？我妈？他是不是跟我妈的死有关？是不是？是呀，叶医生，你不要太激动啊。他呢，他一见到你就跟你提你娘，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反而我觉得，是不是你娘的死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有什么压力啊？我妈追着他跑，这怎么解释？视频怎么解释啊？是，没错，你娘是追着他跑，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从这个路口到事发现场有那么长时间的一段的距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且调查结果上有记录说，你娘那个时候抑郁症已经很严重。抑郁症怎么了？抑郁症不能有意外，抑郁症就应该自杀，是吗？是，抑郁症是有意外，所以你娘的这个自杀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你怎么知道他会自杀？你们怎么知道他会自杀？你们在现场吗？我妈不是自杀，我妈不是自杀，不是自杀，我妈不是自杀。哎，叔，你来正好，给你看看，我最近收了一个特别罕见的病患，你看他的头骨，我将从他的头上取掉5块骨条，让剩余的颅骨形成浮游骨瓣，来扩充他的颅腔容积。这种手术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在这个星球上，除了我，还有谁？陈一凡，我问你，严树人前2天是不是来找你了？他天天来找我。刘翠芬在哪？刘翠芬，你找他？我还找他呢，我还得跟他商量手术的方案呢。手术需要的资金我都已经帮他申请好了，他倒好，把儿子扔这自己跑了。他儿子？对啊，这个就是他儿子的颅骨现状啊。他儿子在哪？19号床。哎，陈医生，我给你打保票，这个手术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做得了。进来吧。陈医生，一凡哥哥，你好，姐姐先去工作啦。辛苦了，坐吧。来，小铃铛，让哥哥抱抱你。哎呀，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这是你小树姐姐。小树姐姐好。小铃铛，乖。哎，一凡哥哥给你的玩具怎么样？好玩吗？不好玩。怎么不好玩？一凡哥哥，我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别着急，你的手术方案已经出来了，现在就等你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我们就可以做手术了。好。我妈妈怎么不来看我呀？我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怎么会呢？你妈妈呢，在外面给你准备一些手术需要的东西，只要你把手术做完了，身体健康了，妈妈就来把你接回去了。对啊，小铃铛，不是还有一凡哥哥和小树姐姐吗？我们会经常来看你，陪你玩的，好不好？这个就是刘翠芬的手机号。不过我之前给她打过电话，她一直都不接。在小铃铛手术基金申请成功的时候，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告诉她，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就给我回了2个字：谢谢。我先回去找树人，告诉他找到刘翠芬地址了。哎，我还有个手术。如果老爷那边有什么情况，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晚上我去找你们。好。
刘翠芬，刘翠芬，哎，小伙子，别敲了，他们娘俩啊，很长时间都没回来了。他们去哪儿了？那我可不知道，这娘俩啊可古怪了，平时我跟他说话都不稀得搭理。哎，要不这样吧，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回头等他们回来，我帮你转告。走吧，舒然。舒然，别想了，你现在需要转移注意力。吃点东西吧，我刚才在楼下买了点小龙虾，我剥给你吃好不好？我不想吃。你吃一点吧。舒然，那你一会儿自己吃点啊，一定得吃点东西，凉了就热一下，知道不知道？